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由2021年1月6号川粉占领国会大厦美国版的6·4事件反思香港反中乱港暴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对比60年代香港人的爱国和如今香港人的仇中，批判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政策，总结经验教训。自从1978年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上台之后，就全盘否定了毛主席制定的国家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拥抱西方。邓小平主动对西方投降，全盘西化，走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抛弃了当初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切向前看，结果造就了一大批的贪官污吏结成了利益集团。这些年来，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抓也抓不完，抓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在思想上放弃了意识形态和舆论战的阵地，培养了一大批的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卖国贼和反贼，尤其是在文化界和教育界，比如臭名昭著的方方、梁艳萍、张康康、赵世林、蔡霞、矮大紧高晓松、袁瞎子袁腾飞、崔永元、梁宏达、李大眼、袁立、姚晨等一大批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卖国贼。他们多年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从心眼里边崇拜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鼓吹西方的那套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神论，极力造谣抹黑污蔑恶毒攻击开国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些人的本质就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国内外的那些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还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台独伪政府、独轮运分子，无所不用其极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蛊惑人心，拼命鼓吹西方的那套垃圾的民主制度，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的头脑混乱。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包括前苏联以及中东被颜色革命过的众多国家，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都是政局动荡、战乱频发、民族分裂、民不聊生。国家如果再不抓紧意识形态和舆论治理的管理和引导，中国就很有可能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了。反观西方的敌对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CIA、NGO 和台独伪政府资助的各路反共反华势力，比如独轮运分子，到处造谣抹黑、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2020年初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邪恶国家拼命造谣甩锅中国，说什么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其实就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泄露的病毒。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污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所吹嘘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向都是双重标准和十分虚伪的，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的媒体可以肆意妄为的制造假新闻，比如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就是拿着一管洗衣粉为借口，造谣说这是伊拉克政府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入侵了伊拉克，给伊拉克人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又比如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媒体造就了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假新闻。另外，在报道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报道2014年3月1号发生在中国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报道2019年发生在中国香港持续长达大半年的严重反中乱港的暴乱事件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表现出十足的政治流氓本性，他们通过操控新闻舆论霸权，肆意恶毒抹黑攻击中国政府，支持暴乱恐怖分子，还称他们为民主斗士，还明目张胆地派遣众多的 CIA 间谍策划煽动香港的暴乱，肆无忌惮地培训暴徒制作比如汽油弹，给暴徒发钱去街上满香港的打砸抢烧，无恶不作。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就是一个暴徒对一个和他们理论的老者泼上汽油，并且点燃了他，这简直是丧尽天良啊！当时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竟然把这种暴行称之为美丽的风景线，这完全违背了作为一个人类的良知，这种人就不配做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就是想把香港搞乱，想把中国搞乱，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美国和西方邪恶国家的阴谋得逞了，不光是香港的老百姓，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就要吃爱茶苦受爱茶罪了。
反观2020年1月6号川粉占领国会大厦的和平示威，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大部分权贵精英阶层称为乌合之众、叛乱者、恐怖分子。美国大资本集团控制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封杀现任总统和7400万川粉的言论自由。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就这次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判决违法的情况之下，大资本集团控制的互联网平台媒体就已经以全面封杀川普来为这次事件定性为煽动暴乱、叛乱等罪行。西方政客的虚伪、残忍、冷酷、撒谎成性和双重标准显露无遗。佩洛西更应该好好的欣赏这道全世界最美丽的风景线，这一切都是天意啊，是老天爷给西方无耻政客的现世报，真的是活该 ，They deserve it。从2020年12月底策划香港反中乱港暴乱的头目背后的大金主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法官李运腾准许保释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明香港今天的乱象就是由于当年邓小平和英国谈判的时候缺乏眼界和预见性，他骨子里面就是想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大言不惭地说什么50年不变。事实证明，可笑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失败的。香港回归后没有坚决彻底的去殖民化，立法、司法、行政、教育、媒体等要害部门全部维持原样。比如香港法官头上戴的那个可笑的假发，就是殖民主义的标志。假发的起源却并不怎么光彩。1620年前后，只有19岁的法国国王路易13头顶早炫，就是秃顶了。国王头上的荷包蛋看上去有失君王的体统，于是他选择戴了一个假发来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个行为居然引得法国贵族们纷纷效仿。过了几十年，曾流亡法国的英国国王查理2世把这个习俗带到了英国，又引起包括法官在内英国贵族们的纷纷效仿。一直到2011年，英国才废除了在法庭上称呼法官为大人 Your Honor 的习惯。就好比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没有公民的草民称呼朝廷官员为大人一样，自称小人。从这个称呼上就有着明显的阶级之分。包括美国到现在为止，在法庭里面任何人称呼法官都必须叫大人 Your Honor。 当然戴假发还有个更不卫生的原因，17世纪的欧洲城市脏乱差，到处都是大便小便老鼠脏得要死。当时的欧洲人又普遍的反智反科学，相信洗澡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都不洗澡。所以欧洲人剃光头发佩戴假发可以防止生虱子。你说奇不奇怪？可笑不可笑？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期间，邓小平不顾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将最重要的基本法的法律条款留给西洋人培植的所谓精英集团自行立法。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恶果，就是20多年来牺牲大陆人民的利益，不断输血给香港许许多多优惠的政策建立起来的繁华，毁于一场乱港黑暴。邓小平吹嘘的可笑的一国两制，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香港广大民众的不负责任。香港问题就是邓小平时代他没有能力、不负责任而放任自流搞出来的问题。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利益集团，当时被80年代的资本主义繁华晃瞎了眼，抛弃了政治制度的自信，居然能够主动放弃思想意识形态之地，放任港英殖民余孽遍布香港司法、立法、行政、文化、教育、媒体等各个关键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培养和酝酿，终于酿成了这种配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反中乱港的暴动，而且洗脑造就出来至少一代的仇视中国的香港年轻人。可以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可见邓小平错误的路线政策真的是祸国殃民。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去殖民化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还是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什么都没有去改，完全保持原样。我们总是提倡坚持一国两制，但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是要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的。包括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直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呢？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不能允许国民教育教材的无法实施。放眼全球，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的接受
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香港可以例外吗？世界范围内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之后，都必须进行去殖民化的工作。我们在香港却根本没有做，以至于香港前些年来反中乱港暴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打着殖民地旗帜的游行的队伍，这简直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这一奇观在香港的出现，要拔出这一殖民意识的老根啊，就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就像现在的中国，遍地的贪官抓呀抓完，抓了一批又来了一批，这些乱象到底是谁造成的呢？我们底层民众真心感谢和拥护习大大上台后铁腕治贪，打击黑恶势力，大力扶贫，否则中国就真的要完蛋了。西方反华势力一直鼓吹的中国崩溃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内外的反动公知、带流党、恨国党勾结境外的反华势力，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污蔑、恶毒攻击毛主席，近年来又拼命造谣攻击习大大，但他们从来不攻击邓小平。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只要敌人支持了我们就反对，只要敌人反对了我们就支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因为邓小平主动投降，全盘西化，甘愿做美帝的附庸，走西方那套权贵精英统治者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时代的党的领导干部都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放弃了走群众路线，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切向前看，造成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贪官污吏遍地，官商勾结，黑恶势力横行，党群关系恶化，各地群众不断上访，还要被当地的政府阻拦。各地由于欠薪、矿难、工伤等社会不公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人民群众被权贵阶层结成的利益集团造就的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形成了大量的房奴、卡奴，还有大量的 P2P 金融骗局，骗走了很多老年人毕生的积蓄，包括一大批的新兴的资本家集团对手下员工的剥削压榨，比如被无数人诟病的马云的996福报，还有最近拼多多的员工猝死，还有互联网高利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等乱象，才有了后来著名的耿彪之问。可以说1978到1990这12年中，中国的经济就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全都是拜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赐。1990到2020年之后的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都是邓小平后面接班的历任总书记江总、胡总和习总，在给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政策擦完屁股填完坑之后，再把邓小平时代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拨乱反正过来之后才取得的。特别是江总取消了军队经商，又对国防军工项目重新大量的投入，才有了歼十战斗机等一系列的成果。习大大上台之后，铁腕肃贪，整顿党风党纪，扫黑除恶，大范围扶贫，重提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等已经被很多人忘却的共产党宗旨，才渐渐地改善了党群关系，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解决了不少的社会不公问题。包括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习大大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度时艰，对新冠疫情成功完美的防控，把一手的烂牌打出了高分，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比欧美各国现在新冠疫情的惨象，让中国人民感到无比的自豪。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所以说，习近平走群众路线深得人心。中国改开后的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利益集团几十年如一日拼命鼓吹的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1毛钱的关系。说的难听一点，邓小平他只会在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的搞冒进、搞共产风，造成大量的群众非正常的死亡。后来在上台之后又大搞洋冒进，造成整个80年代经济一团糟，通胀飙升，才引发了80年代抢购风潮，人人自危。他就好大喜功，喜欢吹牛逼，没有什么大本事，还总想着和毛主席比较。说实话，他连老蒋这个手下的败将都比不上。当初老蒋逃跑去台湾之后，实行全面的去殖民化，对日裔、汉奸和台独分子毫不留情的镇压。老蒋把台独分子的活动统称为叛乱活动，台独组织也被称为叛乱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案，其中一款内乱罪条款中规定，对台独分子处7年以上的徒刑，首谋者处以无期徒刑。在打击台独分子上，老蒋特别对追随日本侵略分子从事台独活动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毫不手软。
在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岛内破获多起台独案件，逮捕数千人。比较知名的台独案件就有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案，台独分子廖文毅及其侄子廖文豪等7名成员相互被捕、起诉并被判刑。在高雄台湾共和党案件中，台独主犯黄阳辉被处以重刑，30多名成员被捕。在苏东起案件中，云林县议员苏东起夫妇以涉嫌叛乱罪被捕，最后将主犯苏东起、张茂忠等人判处死刑。在老蒋的任期内，台独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老蒋总是防微杜渐，不让台独有任何抬头的机会。在蒋介石的眼中，国共矛盾和内战是国家内部的纷争，但是或者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这就是分裂国家的罪人，他自己绝对不会做这个罪人的。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还是蔡英文，都讲了一口标准的国语。是谁让他们讲的国语呢？就是当年老蒋逼着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就是国语的教育，这就是当年老蒋强制执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老蒋、小蒋统治时期，台湾政局平稳，才有了后来的经济腾飞，成为亚洲4小龙之首。我们再对比一下60年代香港人的爱国心与现在香港人普遍的仇视中国的心理，这人心的向背有着天壤的之别。在香港没有回归的时候，香港民众心向祖国，勇于与外国殖民者做斗争。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3年了，境外的敌对势力却还是敢在中国的领土上煽动闹事，而且应者云集。那香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的被动呢？为什么中国的地盘上任由外国人来肆意妄为，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为什么中国的香港会有那么多人仇视自己的祖国呢？我们不是已经把香港收回了20多年了吗？香港在地理上又与大陆交通直连，但是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就是白纸一张，就连说普通话在香港都会被抵制，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你看，收回了20多年的香港还是那个鸟样，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收回台湾之后，又该如何治理台湾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这是我们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必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幸去年全国人大火速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才遏制了那些乱港分子的反中暴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多年了，却动不动就要闹事，要去中国化。但是在50多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香港人民却强烈的要求回归祖国，甚至发起了反英抗暴的斗争。要知道，在香港没有回归之前，英国人把香港民众视为2等公民，这是一种常态。轻则打骂，重则拘捕，是多年以来英国人对香港民众的常态。这个事实就是英国自己也不敢不承认。早期香港的很多电影都反映了这一事实。在60年代，毛主席对全世界人民发出号召，让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殖民地的人民，勇于争取自己的解放。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全世界很多殖民地的人民都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斗争，香港人民也不例外，向港英殖民当局发起了反抗英国暴行的运动。毛泽东思想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理论依据。他们聚集在港督府门口抗议，大家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抗议群众很多人手里都举着毛泽东语录，这在当时是一种世界的普遍现象。抗议群众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毫不畏惧，他们当然也受到了野蛮的殴打和驱逐，但是香港的民众并没有屈服。同时，香港的民众积极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引导教育大众。这一切让英国殖民军警如临大敌。当时香港的一些百货公司也出了一个专柜，专门出售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照片上，香港的民众欢度中国的国庆节。看到了这些的老照片，老铁们有没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具有如此之大的向心力？身为殖民地的香港人民如此的渴望回归祖国，而今天的香港却任由境外敌对势力怂恿挑唆年轻的香港人反中乱港，而且还一呼百应呢？另外，大家还要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60年代香港人民的抗英斗争，参与者大多数都是成年人，学生很少。
当时没人给这些成年人发钱，也没有人管饭，全部都是自干五。他们为什么敢于站出来和港英殖民政府斗争呢？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是人类对正义的永恒的追求。试想，参与斗争者已经到了世界观成熟的年纪，为什么他们在港英殖民当局的洗脑教育下，还要积极地站出来反对殖民者呢？这说明真理是不可以被掩盖的。当人民群众真正地认识到了真理，就会坚实地捍卫真理。相比较，如今香港那些被洗脑蛊惑的年轻人，仇视中国大陆，反对香港政府，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蛊惑洗脑之下，所有的真理、法律和道德正义都被金钱给扭曲了。那些香港年轻人表面上觉得自己在追求所谓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追逐金钱而充当打手，去反政府。他们就是一群被西方洗脑的傀儡而已，是金钱的奴隶。在毛泽东时代，1966年澳门也发生过类似的运动，当时的葡萄牙殖民政府更是粗暴地对待抗议群众，造成了8人死亡、212人受伤和62人被野蛮抓捕的惨案，史称澳门123惨案。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给予了葡澳殖民政府严正的警告，并给予了澳门群众大力的支持。刚开始，澳门的葡澳殖民政府不当回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当时在澳门边界集结了军队，并且警告葡澳殖民政府要给澳门断水断电。经过一系列的警告之后，葡澳政府无奈之下只能宣告投降。这一下让澳门的群众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的力量，所以在收回澳门之后，澳门的绝大部分群众都是热爱祖国的。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有港独而澳门没有澳独的重要原因。因为澳门人民群众不支持并且敢于与那些叛国者斗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底层的人民群众只有敢于斗争，人类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团结与和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多次论述的真理。而毛主席逝世之后，斗争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韬光养晦，是自甘附庸，是主动投降，是自废武功，是全盘西化，等等等等。在政治上不敢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上不敢斗争，淡化政治。联合国投票总是投弃权票，放弃了意识形态和舆论阵地的建设和巩固。国内媒体又大力的吹捧和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一大批的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反贼，舆论上面失去了话语权。在国际舆论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这一切又把人民群众的头脑搞混乱了，失去了理想和信念，纷纷的一切向前看，成为金钱的附庸。在经济上面放弃了斗争，反而唯命是从；在科技上不去斗争，等待施舍，实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这一切纵容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嚣张跋扈气焰。中国政府稍有反抗，他们就用各种方式来制裁，来上演要穿小鞋，才有了美国人在芯片上面给华为断供，在很多高科技的领域卡我们脖子的事情发生。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要压制中国，遏制中国，阻碍甚至打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希望老铁们能够认真的去对照的历史，好好的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在国际事务上就能够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呢？无论是对美国、对英国、对联合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向心力呢？为什么当时西方敌对势力想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就会心生恐惧而瑟瑟发抖的？为什么尼克松和毛主席谈话的时候像小学生听老师训话一样做得毕恭毕敬呢？在香港没有回归的时候，香港群众心向祖国，勇于与外国殖民者做斗争。然而今天香港回归已经20多年了，境外的敌对势力的间谍们却敢在中国的领土上策划煽动闹事，而且应者云集。国人们都好好的想一想吧，今天的香港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而在香港回归之后，北京和港府主要的领导不走群众路线，中联办和新华社等中央直属机构只知道和那帮富豪勾肩搭背，吃喝嫖赌，丝毫不管底层民众的死活，搞得香港房价奇高，人工奇贵，所有的民生领域都被富豪们垄断，让香港的年轻一代根本看不到希望，搞得人心丧尽。这一切和80年代的大陆一样，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缺乏眼界和预见性，
他根本没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适合中国发展的全盘规划。他用他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搞到哪里算哪里，就是在瞎搞瞎指挥，和他在大跃进时期搞左倾冒进、搞浮垮风、刮共产风一样，瞎搞乱指挥。他对美帝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放弃了思想教育和舆论阵地，又自废武功，比如和平典范项目就是教训。中国10几亿人的前途命运，怎么能够由看不清路的人摸着石头来引领呢？整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就搞得一团糟。邓小平主导的羊毛禁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10年计划，不顾国内的偿还能力，盲目的借外债，还不起债务就只能靠印钱、滥发货币来救急。结果滥发货币造成了物价飙涨，通货膨胀飙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老百姓怨声载道，对邓小平大失所望，对他搞的那套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众多的错误政策颇有怨言。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老百姓都期待变革，所以没有计较他得位不正。所谓打倒四人帮，其实就是政变。从当初他刚上台的时候，老百姓兴高采烈的对他充满希望的期待，慢慢的变成了满腹的怨言。对比1984年10月1号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的小平您好的口号标语，到后来的关岛游行民怨沸腾，才引发了8·9协潮。说白了，当时的反关岛就是反对邓小平的错误路线。8·9协潮明显就是对邓小平那帮利益集团抛弃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毫无底线的追逐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理念，全盘西化，放任西方那套虚幻的思想意识形态长驱直入。但是当时的学生们被西方敌对势力给利用了，最终酿成了无法善了的无比难看的悲剧。你看，短短的5年光景，这个对比是多么的鲜明啊，是多么的讽刺。所以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当初邓小平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复辟资本主义，不放弃输出革命，不主动投降，放弃跪舔的洋奴哲学，不去盲目的借外债、搞羊毛禁，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10年计划，真心实意的关注民生，遏制通胀，走群众路线，搞共同富裕，让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有尊严，让老百姓看到希望，党群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横行，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就不会那么严重，老百姓心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气。西方反华势力再怎么挑唆学生，也不可能引发8·9协潮。香港这些年来的情况和80年的大陆情况一模一样，被西方敌对势力找到弱点之后，挑唆看不到希望的香港年轻人上街打砸抢烧，还给他们发钱，蛊惑香港年轻人把满腹的怨气发泄到了港府和北京的头上。他们就是希望香港乱，就是希望中国乱。如果回归后，港府和北京高层真心实意地关注香港的民生，走群众路线，搞共同富裕，让香港底层民众活得有尊严，让香港年轻人看得到希望。西方的敌对势力再怎么挑唆，再怎么蛊惑，再用金钱利诱，香港的年轻人也不会上当受骗，上街去打砸抢烧，香港也就不会发生反中乱港的暴乱了。毛主席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就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的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可见，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何等的重要啊！伟人就是伟人，毛主席的目光深邃，早就看透了事物的本质了。邓小平和他的利益集团的徒子徒孙们，再怎么样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恶毒攻击毛主席，中国的老百姓们依然怀念为人民服务为灵魂和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依然怀念毛主席他老人家。毛主席逝世40多年了，每年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亿万群众都自发地纪念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正确的人民观、为人民服务的体现。这也是民心所向，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极力建议老铁们有空来我的频道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包括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基辛格也说过，他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就指定他的学生要读《毛泽东选集》。毛选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结合过去20多年的社会现状比较下来，可以让我们眼明心静。读毛选可以改善你碎片化的知识结构。现在的人都太浮躁了，
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太多太碎片化，形不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多人看上去懂了很多，了解很多，实际上他的脑子就是一团浆糊，就是个白痴。经常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到了最后还要叫人家一声马爸爸，还要感激淋漓的感谢某设计师。所以我认为老铁们很有必要深入的学习一下毛选，让自己的思想升华。说实话，看纸质的毛选眼睛太累，市面上现在也已经买不到毛选第5卷了。到我的频道来看毛选第5卷的视频，或者干脆听毛选，把播放列表收藏之后，有时间就按照列表顺序，或者看视频，或者听视频，也许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本集讲完了，节目制作不易，如果老铁们觉得节目做得还不错，就请点赞留言，特别要转发，谢谢大家。